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乾陵里面呢。刚刚我们走完司马道，这个司马道就神道很长，有很多石像生。然后左边这里呢是无字碑，流传千古啊。这个无字碑我们也单独说了。无字碑旁边呢还有一些奇特的东西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。走完那个司马道啊，神道啊，我们看到这有两只狮子。这个狮子是有说法的哈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个狮子啊是在城门前的神兽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在一个狮子后面是一个城墙，它整个这个陵区啊，就这里面属于我们说内城，就皇城一样，有东南西北4个门，其他3个门是没有开放的，是在荒郊野外一样的，我都去看过了。这个地方整个陵墓是坐北朝南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是朱雀门，就南门朱雀门。然后靠北就翻过这个山是北门，就玄武门，西边这边是白虎门，东边呢这边是东黄门，就说的东方青龙这个意思，所以说很有意思吧。我们看看这个狮子经过1000多年的变化是这个样子的，到时候啊我们也单独拍一个其他3个城门是什么样子的，那些是未开放的区域，到时候可以去看看，好吧。我刚才说到了朱雀门嘛，这个朱雀门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这里有个大的石头，那边有个大的石头，这个就是门当中当时保留下来的。这个朱雀门呐，就是唐皇朝的正南门。因为这里啊，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皇城嘛，里面大家可以看看哈，前面那个建筑是什么呢？哈，这个就是常说的我们阙楼。在这个城墙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，是属于城门的。你看看这个石头还在这里，城门之后是神兽狮子，狮子外面就是阙楼。一般在古典的宫殿建筑还有陵墓前都有的。这个我们看那个汉景帝的那个杨陵啊，仿造的那个阙楼很完整，而且呢有遗址在那里，就是说啊，最高等级的三出阙，帝王采用的。在汉景帝杨陵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到，狮子、神道、无字碑都在这一块，所以说这个是陵墓是坐北朝南嘛，所以很多核心的东西都在南门这一块。我们可以看看前面这些石像啊，都是没有头的，这个也是有故事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那个石像？我们在其他地方里面根本就看不到，这个是为什么？来简单的看一下。这些石像啊，总共是61尊，其中我们这边是西边，所以被称为61翻成像。然后这个是怎么由来的？大家说一下。在唐朝的时候嘛，我们经常知道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，唐朝的国力强盛，唐朝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，唐朝的都城长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，所以呢，经常有西域或者其他各国来唐朝。有那个使节交流的，有做生意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所以说，在长安居住的少数民族、官员还有邻国王子啊，都非常多。这个翻成像啊，最开始是有头的，后面被砍掉了。我们先说这些怎么由来的。当时啊，唐高宗是比那个武则天先去世嘛，所以说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的皇帝去世。那些很多邻国的王子啊，还有那少数民族的官员呐，会来祭拜嘛，会来拜嘛，就说来参加葬礼。当时呢，参加葬礼的时候啊，武则天呢为宣扬大唐威势嘛，就把他们呢临摹下来，就弄成石像放在这里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这些你看看这些石像啊，翻成了这个藻锦绣袍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束腰隔带，就这里啊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你看看，全部都是这样的。而且大家看看脚啊，全部都是那个足蹬皮靴，服饰各异。其实啊，这个还有一点呢，就像他们背部啊，以前呢全部是有那个国家的名字，还有官员的名字，还有官职这些。但是经过时代太久远了，是没有了。所以这些石像啊是这么由来的，大家知道吧？是有说法的。也就是说白了，说简单一点，就是武则天为了彰显大唐的国威，
是吧？大唐的气势，让这些人在这里陪伴那个李治。那这些使臣的藩丞相啊，为什么会没有头颅呢？这个就有很多传说，各种各样的啊。但主要的传说还是有一种，我们来说一下，解释一下。就是传说啊，在明朝初期啊，有个外国使节来到乾陵游玩，但是呢，他发现呐、自己祖先的名字啊，祖先的那个像，竟然在这里为那个唐朝的皇帝守灵嘛。因为这个石像是为那个唐高宗李治、武则天守灵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这个有损国体嘛。他说：“我祖先竟然来帮人守灵，那肯定他不干了。他觉得这个是一种侮辱，有辱人格，所以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损害。所以呢，他就想把这些石像毁了。但是他想毁石像嘛，因为当时周边居住了很多居民，又怕居民反对，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外国使臣嘛。这个我们这附近的居民呢，都是当地的老百姓，所以呢，他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。他就晚上来到乾陵这个地方啊，周边不是有很多老百姓种的庄稼嘛，他就把那庄稼损坏了，不知道怎么损坏的，反正就把那农作物弄掉了。第二天呢，他就跑到当地老百姓那里去说，这些损坏这些石像的，肯定是乾陵这些石人弄的，对吧？说石头这石像晚上化成精，然后再糟蹋张家，把张家损坏了。所以说他就这样来哄骗那些老百姓嘛。然后他说要让张家不损坏，只有把这些石像损坏，所以说才能保护张家。结果呢，这些老百姓呢可能信以为真，就把这些石像的脑袋砍掉了。当然，这是传说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种传说。但到底是怎么样的，这个也无从考证，因为毕竟时间这么悠久。差点吓一跳，我刚才走在这里啊，大家看看这里，是不是有点像手指？我刚才一走的时候吓我一跳啊，结果不是啊，这个是一个石头，确实差点被吓死这里。所以说这个当时的工艺确实，你看看，全部是锦绣，然后旁边，对吧？服装是不一样的，它代表的不一样，因为它代表的地方不一样嘛，所以它服装可能还是有点区别。但是有一点可以佐证啊，就是这些石像生啊，代表着唐朝当时那个强大，特别是唐高宗时期。很多人说李世民这时候强大，其实强大的时候啊，还是唐高宗那个时候比较强大。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些石像啊，它整个石像呢，背部刚才说了，有那个国名、族别、官职、封爵及姓名啊，但现在都没有了。它其实这个最开始的话是64尊，但现在只有61尊。